多年以前，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张玉明先生披露了几起中共建政后的灵异事件，在网络上掀起热议。据张教授所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级教授周公的手边有不少中共内部的机密文件，揭露了中国各地出现的灵异事件，包括在中南海内发生的多起灵异事件，比如明清两朝演过的戏曲重新在戏楼上出现，历朝皇上大臣出现的场面让荷枪实弹巡逻的警卫队吓个半死，不敢再执勤。在动不动就被扣上封建迷信的时代，中国出现的超自然灵异事件挑战着人的固有认知。张教授说，1980年冬天，他曾在郑州与河南省委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周教授长谈。周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学院，是高级技术工作者。周公说，他手边有党内的机密文件资料，里面提到国内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超自然现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毛泽东死后，太湖中心每到半夜凌晨开始，有全国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中共建政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冤杀的人呼喊冤枉。当地政府上报了之后，中央命令海军用炮艇从四面八方开向太湖中心，用轻重机枪扫射，用手雷轰炸，这些措施都无法阻止喊冤的冤魂。最后公安部用高度敏感的录音机录下了冤魂的喊冤声，把各省地方公安官员集中在北京分别收听，让他们各自记录不同方言冤魂所陈述的冤案。据一位听过录音的人说，当时大家对冤魂申诉的如何受到凌辱、毒打、酷刑、晕死的情景听的是毛骨悚然，就是一些很心肠的老公安也是听得泪流满面。据后来查证，这些冤魂陈述的冤情完全属实，比如在兰州、成都、哈尔滨、上海、青岛、开封、保定、内蒙、北京等地发生的冤案，包括1949年土改、1955年肃反以及文革中的冤案。这些冤魂同时出现在太湖。当时的中共高层中，如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人都是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共历次运动中干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这才促使当局下令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周公说，如果不是太湖千百万冤魂的喊冤事件震撼了共产党政权的根基，让共产党大张旗鼓地为地主摘帽平反冤假错案，让共产党认错低头，根本就没门。1982年，首都肿瘤医院院长李斌接待世界肿瘤防治学会主席、南加州大学校长 Brian Henderson 教授。张玉明教授受邀到河南临县，为他们做中英文医学现场翻译。一天早晨，张教授看见河南公安厅厅长丁石坐在宾馆2楼会客室，正在长吁短叹。一问才知道，原来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件。当时河南军区选择安阳临县作为民兵实弹学习的现场，安阳军分区司令员郑伟带领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连到临县，对安阳所辖各县选拔出来的约2个营的民兵进行实弹训练。全体民兵和警卫连食宿都在临县中学内，那里原先是一个大庙，只有安阳军区司令和政委住在宾馆内。就在要进行实弹学习的当天早饭的时候，巡逻班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所携带的子弹袋、手榴弹和枪支都不翼而飞，同时岗哨也报告自己的武器弹药不知去向，而警卫连也吵吵起来，因为他们不知何时也被解除了武装。当司令员郑伟赶到现场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的手枪也不知去向，
更惊人的还在后面。当军械处长、参谋长和司令员3个人同时用3把钥匙打开3把上着锁的军械仓库的大门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我的天哪！”原来仓库内储备的实弹演习用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几十箱子弹和手榴弹全都不见了。谁能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把一库的军械悄无声息的全都搬空了呢？而且门窗丝毫没有破坏的痕迹。当局立即封锁了中学，全体人员谁也不准离开，也不准和外界联系。12个小时内，公安部总参谋部、武汉军区、河南军区和河南公安厅长都来到了现场。他们把河南、河北、山西3个省数个县方圆300华里内的所有人口都冻结了。但无论现场还是掘地3尺，包括用各种现代化的破案手段，都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总参谋部的一位副部级的官员拍着桌子大吼道：“莫非真有鬼神跟共产党挑战较真？”他还勒令河南公安厅厅长：“这个案子要是不破，你就是死在临县，也不准离开一步。”听罢事情的原委，张教授当时就说了：“能够装备一个加强营的武器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在仓库门窗没有破坏痕迹的情况下，谁能偷运出去呢？迫击炮、轻重机枪能偷运到哪里呢？这完全是违背常规常理法则的超自然现象，非人力所为啊！”张教授认为，这是老天爷显灵，给共产党一个教训。张教授称，这种超自然力量来自于灵界，不是神差便是鬼使，因此可以得个结论：只要有超自然事实存在，就有灵界存在。曾在中南海当警卫的一个军官说，江泽民当政那会儿，为了讨宋祖英的欢心，花费了2亿美金重新装修音乐厅，时常让小宋过去陪他弹琴唱歌。弹琴唱歌这事儿呢，本来挺正常的，这一到江泽民这儿就灵异了。有一天，他弹琴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大群的猫头鹰，围着那儿大大方方地住了下来，嚎丧的声音很凄厉，还满地鹰粪给江送礼。中国古代把猫头鹰称为枭，说它是10亩的不孝之鸟，还因为它在夜间出没，经常出现在坟地。还有个吃腐肉的怪癖，被人们视为报丧勾魂鸟。按民间的说法，猫头鹰夜里叫是要死人的凶兆，反正啊，见了它就很晦气。有一次，宋祖英应召前去，还没进门，那些守着门口的猫头鹰就恶狠狠地瞪着他，大声狂叫，有的还飞起来朝他投了几坨鹰粪。小宋知道啊，见到猫头鹰不吉利，心情从晴空万里转为雷电交加。江大哥紧急下令找央视，让他们来解决。央视高层突然召集动物世界摄制组开会讨论，说中央下令让他们轰走猫头鹰。在场的人一听全傻眼了，没想到他们的工作范围会扩大到这种程度。动物专家研究对策，什么土办法都试了，就是不见效。江泽民也没了好日子。大冷的冬天，猫头鹰照样每天蹲守在那里，厉声嚎丧。有专家说，听说搞乐器的人弹拉出的曲子里都有自己的信息，会不会江泽民弹的琴声里有招猫头鹰的信息呢？没有人敢接他的话茬。不过呀，每个人的感觉都差不多。后来呢，还劳民伤财的专门花重金从非洲买了一种专吃猫头鹰的飞禽。但是那些能克猫头鹰的热带飞禽，一进入冬天的中南海，当晚全都冻死了。为了除掉猫头鹰，甚至还打算把警卫部队集中起来，打算用枪轰射。但是你想啊，中南海里枪声不断，外界不得议论纷纷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共高层发生了军事政变呢。猫头鹰占领中南海，
这阴魂不散的夜里嚎丧听得瘆人，直力请来国内各行业的专家共商除鹰大计。最后还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献策，用强力超声波轰走了报丧鸟。江泽民主政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灵异的怪事，弹琴招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60多年前，天津有一个奇人叫杜玉守，靠走江湖变魔术为生。他变魔术的套路就连内行人都看不出门道。由于他是单身一人，从来不收徒弟，人们也不知道他师承何处。1962年前后，中共下令禁止私人在街上摆摊卖艺之后，杜玉守就到天津文化宫去表演，那里还有其他的民间艺人和杂技团。文革爆发之后，民间艺人也受到了迫害。70年代初，在文化宫演出的艺人都被强制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当时已经60多岁的杜玉守和其他100多名艺人都被送到了武清县劳改农场。有一天，一名管教想为难他，让杜玉守一个人去挑粪。这本来是一个吃力的重活，但是杜玉守轻轻松松的，很快就要挑完了。管教觉得很奇怪，你也没个帮手，咋这么快就要挑完了呢？发现他的挑粪桶上盖着破布，随着他走路，桶也晃来晃去的，好像里边是空的一样。于是管教掀开了破布，没想到粪水突然喷了出来，管教吓得再也不敢为难他了。在农场里大家每天干的都是粗重的体力活，时间一长，很多人就病倒了。农场里有一位老师病了，想喝红糖水，但是管教不给。杜玉守笑着走过来，把一碗白水放在头顶上，然后走到屋内的灯泡底下，关掉灯，让大家跟他一起数到3，再把灯拉开。大家数到3，拉灯一看，碗里的白水竟变成了红糖水。你说这是变戏法吧？那最起码也得有个道具是吧？可这黑灯瞎火的，几秒内从哪儿找个红糖，还得给你化开呢。在那个年代无辜的政治犯活得很没有尊严。有一天，一个管教看见有人梳头，走过来，二话不说就抢下来，一甩手扔到围墙外了。那个人伤心地哭了起来。杜玉守走过来，让他把衣服脱下来，说可以帮他把梳子取回来。然后杜玉守就披着这件衣服蹲在墙根下，叮嘱他千万不要把衣服掀开。过了3分钟，杜玉守掀开披着的衣服，说：“你看看，这是你的梳子吗？”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穿墙出去的。经过一些大小事后，农场里再也没有人敢找他的麻烦了。但是后来杜玉守忽然消失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1976年的一天，农场开联欢会，大家都得表演节目。轮到杜玉守的时候，他要求给他一块红布，说大伙想要什么他都可以变出来。于是管教就找来了一块红布，杜玉守一次次地将大红布叠起来又打开，结果红布越来越大，最后竟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管教问：“你能把人变没吗？”杜玉守说：“能。”他让所有在场的10个管教站在一起，然后用红布罩住他们，说了一声：“走你！”瞬间红布下面就空了，掀开一看，所有的管教都消失了。厂长当时就吓傻了。杜玉守继续问所有的劳教人员，问他们想要什么。有人说想要自由，有人说想回家。杜玉守说了声好，就将红布罩在了围墙上面，又说了一次走你。结果一堵墙应声而倒，众人蜂拥而出，四散奔逃，杜玉守也消失在人群中，从此销声匿迹了。在那个思潮极左的年代，杜玉守的出现
无疑给中共当局、给很多人上了一课。关于他的神奇故事，很多天津人都知道。有人说，或许他是某个法门的传人吧。虽然他消失了几十年，那他是否有可能隐居在某个角落，继续修行呢？这大千世界啊，还真是有许多未解之谜呀。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